6年前 Me Too 运动席卷美国，最近台湾版的职场性骚扰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敢于为自己发声的人为冰山一角，很多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选择逃避和沉默，好像包括我自己。在上一部影片播出之后，我有看到一些留言是关于发声的意义。如果今天我们不为别人发声，那日后别人也不会为我们发声。发声不只需要个人的勇气，还需要家庭、职场、社会整个环境来提供这个发声的安全感。性骚扰的受害者在经历骚扰后，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羞耻感，也可能产生极大的愤怒，亦或是自我检讨、自我控诉的情绪。不管如何，发声真的需要莫大的勇气。我相信在面临接下来的任何一个 Me Too 的新案例，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态度，主要是2方面。第一是保护个案发声的权利，不要否定他人的痛苦，受伤要能安全讲出来。第二是关注个案发生后的职场保护机制，不要承担职场霸凌。我相信受害人不仅希望自己被救助，更希望改变现状和未来。毕竟每个人在未来的某一天都有可能面对发生或不发生的纠结。一个好的社会，在我的期待中，就是会将这种纠结感减到最轻。看到台湾新闻 Me Too 事件不断发酵，最近爆出来的一些名字也让我非常的惊讶，陷入沉思，让我开始审视在过去这段时间，我是否也在职场上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我和不少女性一样，当下一股脑冒出抗拒感，但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性骚扰，亦或是发生的太突然，没有办法理性应对，更不要说是证据的保留了。我记忆犹新的2个经历都发生在我职场的初期。第一个经历，原来黄段子及色色的行为不是男性的专利。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我早先接触的一些女同事在律所是从事商标维权打假的业务，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比较有江湖气的缘故，他们非常敢于在午餐时间在办公室开荤段子。如果我在场，一定是最安静的一个。有一次他们开始两模拟一些暧昧的动作，可是突然间竟然调戏到我身上来了，动作快到我都没有办法反应当下是否要翻脸还是不翻脸，但不舒服的感觉非常强烈，而且抗拒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个经历，另外有一次呢，我跟着我们的律所合伙人去拜访一位做租赁生意的客户，之后呢，这位老板就经常有邀约我一起用餐，都被我一一婉拒了。直到有一次他说是有很多人的饭局邀请我来认识大家，我也不好意思一直推辞，所以呢我就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是穿着蓝色的格子衬衫，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中性。一打开餐厅包厢的门，看到的全是家庭或者情侣的配对，人群看起来呢也像是做生意的。劈头盖脸一句：“你跟女朋友一起来啊？”大家笑成脸，瞬间非常的不高兴。我回答说不是，难道这个老板没有和大家讲清楚吗？后来那顿饭真的是食不下咽啊。不过我学到一条道理，那就是拒绝一定要快而且强烈。如果女性委屈自己虚与委蛇，那男性很可能解读为这个女的给他留下了可乘之机。息事宁人是很好的亚洲文化，代表我们注重和谐、尊重与稳定，但不表示我们要容忍错误。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就有为职场性骚扰设下定义，我列举前3点。第一点，受害者和骚扰者可能是女性或者男性，受害者无需与骚扰者异性。第二，骚扰者可能是受害者的上司、雇主的代理人、其他部门的主管、同事
或非雇员，例如供应商或者顾客。第三，受害者不一定是被骚扰的人，而可以是任何受到冒犯行为影响的人。甚至法律更进一步细致地规定了发生后的职场保护机制。平等就业机会法，该法律禁止对揭露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受害者进行报复行为，包括解雇、降职、工资削减等。法律还要求雇主提供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工作环境，并提供合理的适应措施。受雇者追诉权，遭遇职场霸凌的受害者可以向联邦或州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投诉，追究其在职场中受到的权益侵害。法律或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确实可以解决大量问题，而且可以吓阻很多邪恶的念头。受害者一定要勇敢发声。再讲到关于取证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证据的保留，因为职场上很多性骚扰存在隐蔽性，事发突然，不太可能有所准备。而那些很多女性主观上觉得被冒犯的言语，放在特定的语境当中可能被合理化。比如说一位女性，她今天穿了及膝的短裙，被她的同事看到，她的同事私讯她说，你的腿又白又直。其实这在很多女性看来是非常的不舒服和不适宜的，但是如果在法庭上对方说这是一种赞美，其实法官是很难认定的。不过呢，我还是可以给到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如果有了初始的骚扰行为，就可以为下次的骚扰行为做准备。一旦对方靠近，就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打开录音录像的功能，随时记录。出现暧昧的信息，一律不回复，因为文字具有模糊性，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会有不同的含义，以免被对方在法庭上利用。同时呢，也要让证据的素材更加丰富，尽量记录事件的细节、时间和涉及的人员，保留相关邮件、讯息或其他证据，以便将来追诉或报案。另外呢，增强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和敏感度，以便能够建立清晰的界限，明确表达对不适当的言论和行为的不接受，勇敢说不。还有与可信任的同事、朋友或家人建立支持系统，同时了解专业律师或支援组织的协助方式，这样就能不让恐惧压制住自己的声音，关键时刻勇敢站出来。即使我们经历了艰难的时刻，希望总是存在的，每一次的抉择都是向前迈进一步。我相信法律的力量可以保护每一位受害者。说这句话不是因为我是一名律师，而是我相信法律是维系民主社会的关键机制，也相信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会不断修正改革它。我相信法律的力量等同于我相信社会人才的力量。在美国发生 Me Too 运动的第6年，台湾也步上后尘，但我相信这是一个能使台湾变得更好的契机。毕竟能发生比不能发生还要幸运。让我们以勇敢和决心为自己和他人讲述真实的故事，让职场成为人才可以发挥能力的地方。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喽。